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H。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马来西亚1年1度的车展盛事啊，就是我们的 KLIMS。所以今天的影片非常够力，非常好看，大家一定要继续看下去。 影片开始前就要为大家带来70迈的 Shocking Sales 3 Days， 只要在12月的7号、8号、11号、12点还有6点呢，就可以花399块购得 A510哦。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 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啊。当然，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2 IMX675的这个感光元件芯片哦，高动态范围提升10%，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啊！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哦，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还有就是70迈的旗舰产品 A810， 只需要599块就可以买到整套了啦。然后每天的首20位顾客都会送你这一个小包包啊，里面有很多东西，有贴纸啦，有水壶啦，这个 offer 真的太够力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首先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的 GWM Great Wall Motor 的展区啦。这一次 Great Wall Motor 依然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可爱的 Aura Good Cat、Aura 07，还有刚刚发布不久的 H6 HEV， 还有其他几款新车是我们之前没有看过的，就是在马来西亚第一次出现的坦克300的大哥坦克500。这一台坦克500呢，它的体型啊是比坦克300来的更加大台，而且是来的更加豪华、更加 grand。这台车呢，之前我也是有做过完整的详细介绍，还有试驾过这一台车啊。我觉得这辆车呢，它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定位啊，就是一辆 premium off-road SUV， 而且是那种真正可以开去 off-road 的。这个 interior 的配色呢，就跟我们在中国看的颜色不太一样了。我觉得这种暗黑系的比较好看。然后它的电动椅啊、它的门板啊、皮革包覆的地方全部都是变成了黑色。那这台车呢，很快将会在马来西亚发布，价钱是多少钱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啦。当然，这一次 Great Wall Motor Malaysia 呢，也为我们带来了他们旗下魏牌的 MPV 啊。这一台魏牌 MPV 呢，将会是一个 PHEV， 它的最直接竞争对手就是在马来西亚卖这一家独大的 Toyota Alphard 跟 Wildfire。可是我觉得这一台车呢，它的整体表现，尤其是它的 interior 啊，会比刚刚我跟你们提到的那2款车来得更加高级、更加高档。我们坐进来这一台车，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这个椅子根本就是沙发来的，太舒服了！哇，我只要轻轻的按一个按钮，看到吗？它就直接把我变成一个零重力悬浮式的这一种坐姿啊！这个后座表现真的太爽了啊！买这辆车呢，肯定就是一个老板 style 啊！这样子躺着啊，司机把你载到目的地，那个感觉真的一流。希望不要卖超过30万马币啦！我很喜欢这一台魏牌的 MPV。那现在事不宜迟，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其他展区还有什么好料的车款即将来到 Malaysia 啦 ，Let's go！ 现在带大家来看的呢，就是 KLIMS 2024年的这个 Mitsubishi 展区上面挂着的这一台啊，就是最新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全新大改款的 Triton。这一台呢是一个应该是达卡的 design 吧，还是那种拉力赛的那一种设计？我们是买不到这样子的啦，我们买到的普通版本呢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一台车它的整个前排的这个 interior 啊，你可以感受到很多很硬核的设计理念。这些冷气出风口啊都是方形的，但是有一些软材质的皮革包覆，上面有真正的车缝线，所以呢你不会感受到你在开裸里啊，它给人的感觉还是一种比较高档，比较像 SUV 那一种感觉。可是稍微有一点点吐槽的就是看到吗？它的这个皮革啊不平整的嘞，皱皱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点波浪。上来这一台 4x4 pickup truck 的后座呢，有一个点我很喜欢，算是一个很巨大的加分点哦，就是它的冷气出风口呢，是好像一些 MPV 一样在上方的哦。很多车喜欢把它放在前排的 armrest 后面，那个是吹膝盖啊，不是吹人。但是如果是像一般 MPV 放在车顶，这一点确实是有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好，现在我们就去下一个展区继续看有什么好车款啦。Let's go！ 现在带大家来到的就是 Proton 展区，作为我们马来西亚国
国产车一哥啊，这一次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康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康啦，就是这一台 Sport Edition 版本的 X50，在外观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全黑的外观，然后有一些红色的线条做点缀哦。那中间这个原本也是红色的啦，不过在 bumper 下方它加了一条红色的边，在侧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条红色的 sticker， 然后连到后面来，它是一个比较高腰线的啦，所以整台车在侧面看过去哦，就比较有那个层次感。然后下方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小个的 skirting， 也是红色的。它这个红色不是那种普通的 solid 红啊，这个红看起来是那种 metallic 红，看起来还蛮有质感的。Spoiler 方面没有更换，它还是一样原本 X50的一个小 spoiler 所以整台 X50 Sport Edition 虽然是叫做 Sport Edition， 但是在动力配置方面是没有任何的提升跟改变，所以讲很 sport 吗？没有。那真正 sport 的 Proton 车在哪里？身边这一台82号的 Proton S70呢，就是我们上2个礼拜在雪邦赛道进行1000公里耐力赛的 Proton S70哦。这台车的彩装非常好看，我个人非常喜欢哦。但是这一台车呢，跟我们马来西亚买到的市售款的引擎配置是不一样的哦。这一台车它不是1500cc 3缸涡轮增压引擎，它用的 engine 是1600cc 4缸 Cam Pro engine。很多人在网络上面会讲它的坏话，讲它不好啦，讲它会坏啦，但是它也撑下了1000公里耐力赛，而且还拿下了 MTC 组别第5名啊，真的是非常恭喜 Proton。OK， 讲了那么多 Proton，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车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啦 ，Let's go。OK， 现在带大家来到的就是 Toyota 展区 ，Toyota Malaysia 今年为我们带来了2款新车啊，其实应该是讲1款新车，还有1款小改款的车款，就是 Corolla Cross。Corolla Cross 这一次它的命名方式啊，叫做 Corolla Cross Hybrid Electric 啊，这个 Electric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把原本的 Foot Parking Brake 换成了 Electric Parking Brake。终于啊，这个几年前就已经被我猜透的套路，现在用上这一台车上了啦。Bumper 方面是换了一个全新设计，车灯方面用上了这种 3D 式的 LED 大灯。这个 Corolla Cross 呢，就是个小改款车型。那全新车款车型是什么车呢？就是我们的最新大改款的 Toyota Camry。这一次的 Toyota Camry 啊，它已经不是安哥车了，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的帅气，很年轻。这样子的车型，你们觉得价位要多少钱才会好卖呢？我觉得如果它的价位在20多万的话，这个定位有一点尴尬，因为年轻人买不起，比较年长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这个外观太年轻，很难接受。但是如果是年轻富豪想要开比较豪华的 sedan 车型，这台 Toyota Camry Hybrid Electric 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现在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KLIMS 2024还有什么其他展区，有什么惊喜车款带给我们呢 ？Let's go！ 现在带大家来到的就是 MG Morris Garage 的展区，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展区哦，因为这一次 Morris Garage 为我们带来了更多之前在马来西亚没有看过的车款，包括 MG3 HEV， 它是一台 hatchback 小车，可是它是一个 hybrid 车型，它的整个车头 design 啊，就是跟 MG5 长到非常的像。我个人非常喜欢 MG5 的 design， 所以把 MG5 的同样一个设计理念放到 MG3 上面，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因为它比较小台嘛，所以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小卡通，可是又给你一个凶凶的表情，很萌。当然这一台车呢是一个右驾版本，也是即将来到马来西亚的，它是一台 HEV， 也就是 hybrid 车型，它是一个 hatchback B segment。尾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灯啊，是有一点点像 Mazda 2 hatchback 那样的 design， 是属于比较收肩的，当然是 LED 的尾灯啊。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尾门是由2只液压顶杆把它顶起来，因为它是一台 hatchback 小车嘛，所以它的尾箱空间其实不是特别的大。它的整个 interior 设计理念就比较像主流的一些电动车的设计理念，有一个小小个的 LCD 荧幕，中间这边有一个多媒体播放器，然后 dashboard 上方全部都是硬材质哦 ，hard plastic， 但是在旁边这边有一点点软材质的皮革包覆，整个质感看起来非常的好。然后排挡杆方面真的是很像电动车，它是旋钮方式哦，所以很期待这台车在马来西亚发布，我相信它的价钱一定会非常有竞争力啊。MG 这一次真的带给我们马来西亚太多惊喜了，身边这一台这个绿色真的太美了，太帅了。那这台 MG7 啊，它的设计比 MG5 来的更加帅，更加有侵略性，整个太凶了。这个 design 再加上这个颜色我很喜欢。当然这一台车呢是一个左驾版啦，就是还没有确定会引进马来西亚，但是我真的希望它可以引进哦，而且还是
双层镜 ，frameless 的双层镜哦，坐进这台车里面超舒服也超软诶。然后整个椅子就是赛车椅的感觉，很 sporty。Interior 的 build quality 也是非常的好。这辆车真的太帅了，它的定位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 C segment plus， 它好像会比我的 Civic 来的再大台一点点。这台车如果来马来西亚啊，相信很多 sedan 车型都会被影响到啊。这辆 MG7 帅啦，那讲到帅，就要带大家去看更帅的 MG 车型了，就是今天发布的 MG Cyberster， 太帅了，这辆车真的太美了。MG Cyberster 它是一台2座电动超跑，这台车0-100加速只需要3.2秒，而且是一个2座剪刀门，然后又是开篷车型，太帅了这辆车啊！相信很多人都对这台车有兴趣啊。那我们团队的这个御用摄影师啊，也是很喜欢这台车，他应该会买一台啦。他买的时候，我就可以拿来做一个 full review 给大家看了。哇！老人家腰骨不好，坐进来这台车里面啊，要爬进来。然后当然它是一个全电动调节的椅子，是可以在车门这边做到调整。然后 steering wheel 是这种红酒色。当然这个门的关下来的方式呢，是只需要这样按一下。哇老喂！太爽了，这个门太帅了，只需要这样按一个按钮。Surprise！ 这辆车驾出去啊，真的是帅到没有朋友啊！回头率一定超高。那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 KLIMS 还有什么惊喜带给大家啦 ？Let's go！ 万众期待，很多人都在等 Perodua 展区，现在来到的就是 Perodua 展区普通款的 Ativa， 我们已经看到很腻了。那今天 Perodua 为我们带来的这个 Ativa 是一个 Ativa Fuse， 是一个全新概念车款啊，不会卖啊，这是一个概念款罢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概念款的 bumper design 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啦，就有这种很 fancy 的一个打叉型的这个 daylight， 然后在 front grille 也是有一条贯穿过去右边的 daylight。铝圈方面我们看不到啊，因为它用一个比较复古风格的这种 cover 把它罩起来了。Interior 方面，椅子还是同样的那2张椅子，皮革包覆变成了白色，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啦。那这一次 Perodua 真的是有带来一台 macam 的车型 Emo 2。全电动车款的概念车，它不是一个量产车型啊，很帅很劲。到时候如果 launching 正式量产了过后，绝大可能不会是长这个样子。好像 bumper 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一些 LED 的图腾哦，会发光的。然后这个 daylight 超帅超美，然后整车配色是那个柠檬绿啊，有一点 neon 的感觉，看起来也是很帅。铝圈方面，这个看起来好像 force carbon 的东西，在量产车的时候一定不会出现。车门方面没有车门把手啊，好像是用来 touch 的啦。Side mirror 方面也不是 mirror， 它是相机来的，就是讲你在里面是用镜头的画面来看你车后方啊，所以没有 side mirror。来到车尾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尾部 design 很帅啊，我很喜欢。它的车灯是隐藏式的，躲在这个大镜里面哦。然后在下方这边呢，也是有隐藏式的这个 LED 灯哦，它从里面可以亮出来，超帅，太美了。这个概念车，这个 prototype 的 interior 很帅啊，整个就是很前卫、很帅，很像那种太空舱的感觉啊！希望它可以赶快量产，我们马来西亚人也想赶快可以买到便宜的 EV 车款。OK， 现在我们就去下一个展厅看一下，还会有什么惊喜带给我们呢 ？Let's go！ 现在带大家来到的就是马来西亚 Honda 展厅。这个 Honda 展厅呢，有一台我自己非常期待的车型，就是 Honda Prelude。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Honda Prelude 是什么东西啊，80、90年代的朋友啊，应该都对 Honda Prelude 这一款车型很熟悉，就是一台双门小跑车，它的定位就有点像 Toyota 的86这样子，然后动力总成那些其实不确定，也不知道。在马来西亚其实不会 official launch 这台车，非常可惜。但是因为它是有日系右驾版本，所以很快我相信将会在一些 recon market 上面或者 direct import 的市场上面找到这一台车。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台
Honda HR-V 全电动版本。在中国我们已经有看过这台车了，在中国它叫做极派 E， 但是在 Malaysia 呢，它的名字叫做 EN1。至于会不会在马来西亚 launching 这台车，真的不知道。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其他展区还有什么好东西看啦。Let's go。OK， 现在带大家来到的展区呢，就是 GAC 广汽还有 ION 爱安这两个品牌的展区。这一个展区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台非常帅气的橘色车款Hyper HT， 它是一个全电动的 SUV， 而且它有这个欧翼门设计非常好看据说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布，可是价钱真的不知道。当然，今天还会发布另外一款新车，就是一款 Sedan 全电动车型它是 ION ES。这一台 ION ES 呢，在中国我有打过滴滴，有坐过这台车，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适，外观也很好看。据说在马来西亚发布的价钱也会有竞争力，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它的价钱公布。身后这一台就是 GAC 的 M8， 这一款车呢，它是一台豪华 MPV， 整个车头设计看起来就哇，这个很像一个大胡子这样，看起来很霸气，很凶然后这个车头灯的 design 我也是很喜欢，在下方这边有一个好像翅膀一样的 daylight。一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椅子是双色多tone的，上面是一个红酒色，下面是黑色皮革。那我们坐进来感受一下。哇，这个后座确实是很舒服不错。然后这里有一个 touchpad， 可是因为这台车现在没有接电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 touchpad 来做到椅子的调节。相信这个后座的乘坐表现应该也会很不错。最近马来西亚越来越多这一类型的车型即将发布所以呢，我个人非常期待，不要让那个日系品牌一家独大了。如果价钱可以控制在20万、20多万的话，一定会卖爆。OK， 今天带大家看了一大圈的 KLIMS 2024，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款车呢？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那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就是 Honda Prelude 了啦，我真的很喜欢那辆车的 design， 然后我也希望很快可以在马来西亚买到 Recon 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 KLIMS 来逛逛。那如果你们要看更多更好看的影片，记得要继续关注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的 Facebook page 还有我们的 website， 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小铃铛一定要给它嘟下去，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更加好看的节目了啦。OK， 明年我们将会有全新的 Project Car， 这台 Project Car 很快将会公布，继续留守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